欧阳见家长要准备些什么呀？没有你师哥他们是当时是见家长，对，是不是？谈恋爱的时候是见家长，送礼了吗？对，就拿的水果，然后吃的。那老丈人挺看好你。对，对，家长还是要得这个环节要重视的。对，如果随便的就见了个家长，那应该以后很多事情都会很随便吧。所以你还是要重视一下，重视。我会重视的，记得买单。记得买单。好的买单。对，你们俩是姐弟恋吗？不是，我们家也是姐弟，我比周一围大1岁，你们大5岁多。对。那一开始会有压力，我记得第一次收你8、9年的时候有点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弃我。因为普遍大家的这个认知还是男生比女生大嘛，那这个女生也是会有这种想法的话，可能就会不去考虑我。哦，你们是怎么在一块儿的呀？我追的她，那肯定是我追的她。是我姐先跟她认识的，就是在那个什么颁奖之类的这种场合，然后她给我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那个她在旁边，我就跟她说，你赶紧加她微信。啊，对，但是我就让我姐一定要跟他做朋友，然后他们就成为朋友了嘛。然后成了朋友之后，他就去我姐的生日派对，然后去生日派对之后就猛追，没听过？你们猛追是有什么，比方说怎么样的方式呢？没有，就猛追，就是尝试约活动、吃饭、喝东西、打游戏、看电影，然后。那很大部分都没有约上，因为他很忙嘛。真的吗？我当时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不上班，一天到晚叫我出去玩。这个人真的不行啊！甚至他跟我发消息的时候问过我，就是你是不是其实是不用工作的？那你不上班对我有很大的误解。But anyway， 对啊。我记得我结了婚之后发现这个人只爱上班，太可怕了。或者他把所有的假都用在了追你那个时候，他的 KPI 在那个时候已经用完了。但我一开始策略是错的，因为我从小10几岁就在那个海外读书嘛，我比较习惯那边的这种追女生的仪式感啊什么的，就是一定是晚饭，一开始一直约他晚饭不出来。怎么约都不出来，哪个城市都不出来，几点都不出来，哪一天都不出来，然后最后他那个就拒绝了我大概5、6次了嘛，然后就说其实如果你想吃饭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吃午饭。然后之后他才告诉我，原来那个时候不出来吃晚饭，又觉得我什么心怀什么不轨。那吃了午饭之后就觉得好像这个人还行，没有这么不靠谱。然后之后就是把他蒙了眼睛，然后带到一个大楼的外面，然后拿着玫瑰花礼物，然后那个大楼亮了个星星，然后就很正式的问他。那不是同一天啊，不是同一天了，之后了。最后正式在一起的那一天。对，确认关系、表白的那个时候，就是很正式的有这么一个表白过程。对，他真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。哇哦！哎呦，今天聊天怎么那么容易起鸡皮疙瘩了？我们认识的时候，你们在一起了吗？应该在一起了吧？他们都6、7年了。那我们是上大学的时候在一起的。对，我们俩谈了7年，在大学，然后到毕业的时候，毕业之后呢，他在上海，我在北京，然后那段时间我们俩就分了年多吧。对，就这之间也都没有联系过。再联系上是之后就结了。对。那怎么会在遇到的时候突然间就有这个决定呢？谁做的这个决定？我做的，我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是那天晚上我做梦，我梦见她嫁人了。哦。然后，嫁人了，就是很难过，很难过。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
然后就聊说，如果我们俩有机会有可能再在一起的话，就结婚吧。对，我想让他以后跟我能幸福，就是这个状态。我也起鸡皮疙瘩了，天哪！我也是。我跟他分开的那几年，对于我来说，可能在就是至暗时刻吧。对，就是没有太阳，这样。分开那段时间里，也许我是月亮，月亮的光都是靠太阳照的亮的嘛。也许那段时间，我身上的光都是他照的，对。电影故事。就之前谈就是7年，再分了5年，那就是12年，再加上新婚2年，那14年。哇，你们俩是前辈了，你们最资历最深了。对，当然之前的其实也要算，因为有之前的基础才有再要求在一起啊。对。你说吧，说吧。你说吧，说吧。说吧，说吧，说吧，说吧。哥哥，那您觉得那个结婚前和结婚后有什么区别？我觉得有区别，有区别。表情看起来很凝重，都吓到他了。我晕了。对，这个我得认真一点讲啊，就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跟谈恋爱的时候是不一样了，但是那个新鲜感、那个新鲜程度是可以跟谈恋爱的时候是一样的。你像丹姐和一维哥，他们结婚时间比我们长，应该会比我们理解的更具体。我们刚开始有这个感觉，就是跟恋爱是不一样的。结婚后会让你们俩关系会更紧密，因为需要面对的事情更多，需要你们更多时候是2个人并肩站在一起的。孩子呀，2个家庭呀，各自的事业，孩子呀，2个家事业，而且每个事儿都还挺大的。为什么这么个小表情啦？这看您说话就好像在看电视一样。就话语表达特别完美，就好像在看电视。你怎么那么可爱？哎，你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吗？他是学这个的，但是你要真正让他就打开心，像平时一样皮一皮的、坏一坏的，那要很熟很熟。你不会到第18天才让我们遇到一个真正的你吧？就是最慢，下一站的时候跟一维哥都多说点话。那得一维哥多说话。他会这样，会觉得像个老师一样严格。这是一个师长、兄长，你一个老师，这个打扮。我想问，就一维老师平时这么酷，就在家也是这么酷吗？可是你们聊这个话题，我插不上嘴。对不起。真的不酷啊！你很快就会发现，你一维哥哥他其实是个内心也挺什么？可爱，挺二的。对，他也不这样，他就是现在不说话而已。你可以捏他。来过去试一下呗，捏一下呗，看看。谢谢。周老师在旁边笑了。我说，我怎么觉得逗他那么好玩呢？珊姐，你们最初是怎么在一块儿的？是什么场景啊？我们俩啊，拍电影。我们一部电影《绣春刀》。对，他演丁修嘛，其实我在里面也有。然后我们就在同一个舞指，然后等于是我们俩在一块场地的一边和一边同时在练。
对，然后后面是不是应该你说？对，怎么就心动了呢？没有，我就看见他在那儿哭，然后就偷摸在那儿哭，就老想把一个动作练好，练不好自己就在那儿哭呢，也不是说委屈，也不是说啥，就自己气自己练不好。哎，我就觉得很有趣，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女孩不多，没怎么见过，我就觉得感兴趣。感兴趣之后，慢慢的，因为有机会熟识啦、吃饭呀、看电影啊，就认识。真的就打不下来，抹一把鼻子再接着上，特生气。后来终于发现自己其实不适合干这个。啊，对，这段掐的别播啊！不是，我想啥呢？说完这个，哥哥，让姐姐说吧。说那么好，非得给我加一句。我跟你讲，他的幽默全在点儿上。哎，都。我当时觉得很有趣嘛，一个认真、自强的人，又想把一件事情做好的人，至少我没见过吧。那么之后再见着他的时候，说那一瞬间，其实哎，好像我就看见了所谓的门开了嘛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那你们的表白场是什么我场景？们没有表白，直接就说好在一块儿了，也没有说好就直接亲了。啊。就是自然而然的，我们去看电影了，因为那个电影真的很无聊，然后我又很困，然后就可能昏昏欲睡，他老人家就直接把我头掰过来，直接靠在那个头上。他老人家他比你小1岁，后来才知道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。对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我就是那种享受，我没有被他照顾，所以我理所当然会觉得，哎，这个男人挺沉稳的。我觉得我能够做回一个小女人，不管是头抗在啊，然后我们去电梯里面有人认识我们嘛，然后他一抓起我的手就走了，就那种感觉。周杰伦 MV 就有一种被照顾的感觉。你说都已经头也靠过了，手也牵过了，是不是也不用说啥了？要不然呢哈？自然而然的。好像我们没有特一个节点。那怎么庆祝周年？不庆祝啊。庆祝结婚周年可以，也不庆。一年庆2个日子，哪2个？一个生日，一个春节，再多的都忙不过来。情人节都不？你不赶上了就过，赶不上就拉倒。赶上了哪天都可以啊。我们俩都很怕这个。最糟糕的就是一个人特别享受，特别嗨这个事儿，一个人特别觉得不嗨这个事儿，那就是个悲剧了。啊？哦，是我不给他过，也没有不给他过吧？他都嫌我就是这个父亲节过得不够隆重。父亲节，我就说父亲节跟我有啥关系？我这得跟我爸过呢。他觉得我来跟他过。你看看，这世界上是有这样子的 ，like me， 父亲节不过的。你们母亲节怎么过的？他送了我和我女儿2束花，就这样。不特定在某一个日子干啥。你比如错过了这个日子，也就错过了，他也不纠结，我也不纠结，大概随机的。他不行，他掐秒表，12点了，哦，12点过完了。他应该是觉得父亲节跟母亲节一样都很隆重，值得补所有的节日，补所有的节日，所有的节日。可能是从小到大的这个成长的环境比较有这个仪式感吧。如果新年的倒数啊，周爸爸会回来，然后一定一起过啊，这种，就我一直以来都会有这个 build up。因为人生如果不特定的在日子里做一些特定的庆祝的话，很快就忘记了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我们俩都很怕这个，因为第一送东西太累了，就是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，或者说
因为这东西得猜。他送了你啥你不喜欢？他送我过一件，就是他好像是去国外参加那个时装周还是啥的，给我买了一件那个礼服，因为我那时候主持人嘛，那其实挺投我所好的，买一件礼服，多好。他特别喜欢那件，特别不喜欢，就是不是我的风格，但是我能明白他的心意。我一直等待着一个隆重的场合可以穿它。穿过了吗？没有那么隆重的场合，可能。对，就我们俩的审美吧，有时候不太在一起，我们俩差异性特别大。那我们何不就反其道而行，都不送了，真的一点负担都没有。那逍遥同学，听完了这一些之后，对哪一种是你喜欢的，哪种是你心仪的、你们的？因为我俩恋爱时间是1年半嘛，然后时长不是很长，我没啥可纪念的哈。不是没。还没有。看周哥哥一旦话多起来就是没。周先生情感会藏得比较深，他很抗拒跟大家去分享很私密的东西，但这次他打开一点跟大家来分享，这个打开非常难，他一直在尽量的适应和调整，在尽量敞开一些，让大家融入这个氛围，这个让我还蛮欣慰和感动的。车不错。上课。考试了。大家好，老师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老师好。老师好。哎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同学们好，欢迎大家开始我们爱的修学旅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爱的练习的第一课，觉察关系中的认知错位。所谓认知错位呢，指的是我们对同样的一个事物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在自我认知和他人认知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？有谁想先说吗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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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我怎么了？迷了眼睛了。潇潇好像想到什么？就我照镜子就看自己脸有点嘟，我就觉得自己有点胖，但是别人就觉得我很瘦，这就是认知错位吧。好，这也是因为其实这点在女孩子身上还蛮常见的。哎，老师，我补一个，不然别人以为我说这句话有点降智。太搞笑了。有点降智。有点降智。别人觉得我可能有一些带有强迫症这种，但是我总觉得我并没有达到这份程度。好，很好的补充，挺贴题的。所以接下来王彦霖能想到吗？就是能有具体的。我老婆觉得我很搞笑，但我并不觉得我很搞笑，这是有偏差吗？我觉得你只是很搞笑。我补一句，要不我觉得有点降智。我好像对我自己是有误解。你开始怀疑自己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开展整个旅程中间的第一项爱的练习。这项爱的练习呢，叫做伴侣脑图。我们的任务呢是，请你按照你对于自己和对于伴侣的认知，分别呢在我们的这个脑图上画出来。我们可能会画出很多的内容，你会用这个大小，就是来代表在他脑海中占据的面积的大小。这人是不用上班的吧？啊，对，他可能不是你。OK，
好，我们分头去画这个脑图，完成之后，每个人来展示自己的脑图。分享过程中间，我也会在旁边观察。认知程度的高低将决定你们的住房等级，认知程度越高，住得越好。是不是考试了？他们都还蛮自觉的哈，所以燕林是已经画完了是吗？这么快？好了，画完了。好了，画完了。我们就一组家庭看呗。 It's good。好啊，好啊。好，先让我们第一组吧。行。对，来，3、2、1，就。家庭占的比较大，然后事业、朋友和兴趣爱好。挺合理的。他写的是平安、幸福、危险和希望，真的很抽象。危险？要命的嘞。所以你觉得在我的头脑里面，这4个平安、幸，我该怎么解读呢？你能解读一下吗？不用解读，就你最在意的4个方向，它几乎平均占用了你的所有，包括孩子，包括老人，包括什么都是这个，没有轻重缓急。这我们2个怎么弄到一起去呢？没有，人家那个说了随便写呀。那我们俩随便不到一起去，那也行，让我看你的。太极八卦图吗？八卦图在敷面膜吗？这位朋友解读一下，作为你媳妇儿，我也解读不了。更具体的圈子，在我脑子里基本都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一个方式，任何问题。我们没有让你画你的脑子是什么形状，但是我分析有现在的我呀。小何，用你的高智商帮我。怎么说呢？应该是里面装着什么，而不是你的思考方式画面化。装的什么？我觉得太细致了，你没有办法把它画得很简单、很清楚。所以要分大类喽。我分完了。那这是什么？就是对，比如说这个危险的一种过度的担忧，和对危险的不够在意。哥，你平时是在哪里住的？山上。我不太愿意太去想具体的事情，因为事情聊得越具体，越聊不明白。我的感觉啊。当然，这样抽象也聊不明白。对，因为就聊不明白。你看，我们俩就没在一个维度上思考。我们俩默不默契，其实不是关于说今儿你要吃什么哦，我知道他要吃什么，他知道我吃什么，这是一种默契。我们俩在这种问题上很容易不默契，但事实上，就算点错了，我们也会吃得很高兴。这件事情上是很默契的。先谁的？先我吧。来吧。哇哦，他们俩画的都一样哎。我真的没有偷看他。我也没偷看你。哇，我们现在方向都像，连这工作都是这样写的。咱就是说，只是这样好写吧。哇，可以不？我怎么可了解你？你怎么猜到75%的嘞？我就算了一下呀，你平时工作的时间，然后算一下 percentage， 你是那么想的吗？我是这么想的。太神了！结果我翻过来，咔嚓，完全不了解我。那就尴尬了，完了。好了，你先翻。完了。你先翻。完了。1。1、2。天哪，你觉得我做的很好哎？但其实我只花了50%的力，干出了70%的活儿。那我工作是对的啊，对。然后我忘了你还有兴趣爱好。我还以为你脑子已经装满了小孩，跟我已经没有了这部分了，因为我没有那部分了呀。你看我那里没有兴趣爱好。没有兴趣爱好。Anyway， 我很对我好了解，我很厉害。OK， 不错。当然。不错。好了，到你们了。这是我老婆的。
对，佳妮的。对，孩子，然后我，还有其他就是生活呀。那我差不多就是生活，然后陪家人吃喝玩乐。挺像的，你们两个是他们俩很像，其实思考方式很像。对，思维方式很像。到我了，一样的。哇塞！对我老婆，工作，孩子，我老婆一直陪在我剧组，在剧组里，就是基本上怀孕也是在剧组里，小孩会走路也是在剧组里。真的假的？那我俩就是觉得陪伴嘛，陪伴更重要。毕竟14年了嘛。掀翻对方的吗？他们画的好细好细。哇塞，好认真的一个图。我看到他的星星了。真的，但问题他们两个都同时细节了。看看人家，咋了？躺和睡觉还是2块内容。躺是啥意思？躺下了，躺了。就咱醒着的，但是身体是躺着的。躺着的玩手机、看书。所以他身体和漂亮还属于2块。身体就是健康。哦，你分得真细呀。爱情，爱情是最大的。太甜了，真的太甜了。甜懵了。今天我们课程的练习呢，叫做伴侣脑图。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伴侣脑图呢，可以非常直观地展现出来2个人对彼此认知是否存在差异，差异有多大。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间，虽然你跟身边的人在一起相处了很久，但是可能呢，只看到他表层的一些行为习惯，对于内心的一些想法、梦想与恐惧可能是缺乏了解的。我们2个人把同一个人的脑图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定会发现很多差异。借助这个时候来进行交流，就会有助于我们的亲密关系。首先，我们说朱丹、周一围这一对，我会觉得他们差异很大，认知距离很远。但是呢，他们彼此其实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们虽然分数有些偏低，但其实呢，他们能够很好的去接纳彼此的差异。那么莎莎和潇潇这一对，他们2个人的脑图呢也是非常的有特点，因为只有他们这一对用了很多个小圈圈，也就是说脑海里的东西既丰富又有点零碎，他们既有一些一致，又有明显的差异。还有一点呢，都是他们把最大的比例都给了爱情。小明和小马的脑图放在一起，你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感觉，果然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他们脑图的框架风格高度的相似，但是呢，在相似的基础上，最突出的一个差异呢，就是对于小明内心工作和家庭各占多少比例，2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它整体的这个脑图相似性是还比较高的。王彦霖这一家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把生活、家庭放在了一个很大的比例上，他们互相呢是有默契的，是简单、快乐、共同守护家庭的幸福夫妻。佳妮的开心对彦霖来说很重要，佳妮的开心可以说是彦霖的勋章。